大家好，今天我們來煮芋頭木薯，好吃嗎？這是個簡單又非常傳統料理。完成後的芋頭鬆軟香濃，木薯綿糯，融合蒜香、五香與斑斕清香，口味鹹甜交織，層次豐富。哇！芋頭400克，計成塊狀；木薯500克，木薯與芋頭計成不規則塊狀，成品會比較鬆。熱鍋，倒入食用油1大匙，生薑1片。蒜瓣15克，拍碎後倒入，中小火一起爆香。薑片與蒜瓣炒至微金黃後，再加入白糖或冰糖30克，慢慢翻炒至糖開始融化，微微焦糖化。糖不需要炒到深褐色，只要略帶金黃色即可，這樣甜味會更香，但不會苦。接着再加入芋頭與木薯，翻炒約3到5分鐘，讓食材表面稍微吸收蒜香、薑香、焦糖香氣。這做法會讓整道料理更香。炒至香氣溢出後，再加入調味料，鹽6克，1/4小匙胡椒粉，1/4小匙五香粉。五香粉不要放太多，否則會蓋掉芋頭本身香氣。繼續翻炒約1分鐘，炒至香味散發出來。這裡溫馨提醒大家，芋頭與木薯去皮後切成中等塊狀，不要切太小，避免煮後散掉。哇，整间廚房香香的。真的太香了。這香味一出來後，再加入清水600毫升。如果喜歡成品更軟、更綿密的話，這水量可以稍微多加1到200毫升，完全取決個人喜歡。加入2片斑斕葉，增添香氣。找不到斑斕葉的海外朋友，可以不加。蓋上鍋蓋，轉大火煮開。煮開後，將鍋裡食材翻個面，避免糊底。蓋上鍋蓋，再轉小火，繼續燜煮20到25分鐘。煎中開蓋，輕輕翻面1到2次，避免頻繁翻動，尤其芋頭熟後很容易碎。一直到木薯變軟，芋頭鬆化，湯汁略微收乾即可。剛煮好的時候，香氣特別濃。掀開鍋蓋，先聞到斑斕葉和蒜香交織的味道，帶一點微微焦糖甜香，非常誘人。芋頭吸滿湯之後，變得鬆軟綿密，輕輕一壓就化開，嘴裡會慢慢散出天然芋香。木薯則是另一種口感，外層軟糯，裡面帶一點 Q 彈，讓整道料理吃起來更有層次。最特別的是它的味道，不是單純偏甜或偏鹹，而是兩種風味融合得剛剛好。前段先感受到淡淡甜味，後面會慢慢帶出五香粉和胡椒的香氣，越嚼越香，完全不會膩。熱熱吃時特別舒服，很有南洋家常料理的感覺，像小時候家裡慢火燜煮出來的古早味，簡單卻很耐吃。成品冷藏的話，可以保存2天，再次取出享用必須加熱，加熱時可加少許熱水，避免過乾，再次小火燜煮，讓味道更融合。今天分享到這裡。喜歡我們的視頻，請按讚、訂閱與分享。謝謝大家。舅舅今天做什麼好吃的呀？大家好，今天我們一起來煎木薯糕。
煎木薯糕是一道東南亞地區常見的傳統甜點，尤其在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印尼等地非常受歡迎。它以新鮮木薯泥為主要原料，混合椰漿、糖、白椰絲和木薯粉，再下鍋煎至兩面金黃。準備好木薯，去皮後磨成泥，斑蘭葉4-5片，剪成小段，全部倒入攪拌器。接着加入椰奶約100毫升，一起攪拌。攪細後，在鍋裡去掉斑蘭葉渣，取出100毫升。料理盆內倒入木薯泥650克，木薯粉40克，半小匙鹽，100克細砂糖，這甜度適中，不建議再減糖量。接着再加入100毫升斑蘭椰奶，一起拌勻。拌勻後，再加入白椰絲100克，再做最後拌勻。好了，翻拌均勻後，就可以開始來油煎了。起鍋後開中小火，鍋熱後再下油，使用不粘鍋或刷油的平底鍋最佳，因為是油煎做法，油不用太多。這油煎中還可以再加。接着再勺入適量木薯泥，再用貨鏟輕輕按扁，一直按至您個人喜歡厚度，建議厚度約半公分就好，太薄容易煎焦，太厚中心不容易熟透。因為木薯本身是天然無麩質的根莖類食材，結合了天然的纖維感與椰漿的香濃，讓煎木薯糕既保有傳統味，又帶有健康概念，適合老少咸宜，也非常適合搭配茶點、咖啡，甚至當早餐或下午茶。所以在木薯豐收的季節裡，價錢不貴，不妨盡情享用。好了，都塑好形後，再將爐轉中火，一直煎至兩面微焦。煎木薯糕雖然做法不複雜，但要煎得香脆又不油膩，口感 Q 彈，還是有不少細節要注意。大火猛煎，外焦內生，火太小，完成後的成品含油量大，所以火候方面要稍微控好。一直油煎至表面金黃微焦，外脆內軟。剛出鍋的煎木薯糕，表皮泛着微微金黃的光澤，一口咬下，外皮酥脆，微焦的香氣立刻在口中散開，像是媽媽在廚房裡慢慢煎出來的那種溫暖味道。繼續咀嚼，內裡的木薯絲綿密中帶點 Q 感，隱約還能咬到一絲絲纖維感，特別天然。椰漿與斑蘭葉的天然香味帶來的濃郁香氣在口腔裡回盪，不甜不膩，但香甜適中，帶有一絲熱帶的南洋風情。真的太好吃了。是的，視頻尾端舅舅用這煎蛋器，再煎幾片給廚房新手們看看。如果您擔心煎得不好，或擔心煎不來的話，可以參考舅舅這做法，肯定讓大家依次成功。期待您的嘗試與體驗，祝大家製作愉快，謝謝大家。